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S， 我是 Jermaine。今天主要要来带大家看看一台未来很有可能会引进本地，身后这台哈佛猛龙。再来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造型跟坦克300其实是很相似，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简单的、快速的看看一下它跟坦克300之间有什么样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身为一个 YouTube Shopee Star， 当然是要推荐你们非常值得入手、性价比又高的好物啦。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来自 Elevore 的这个望后镜啊。这个望后镜不夸张啊，我自己本身用了超过10年了。那现在呢，大家非常容易的可以在马来西亚的 Shopee 上面买得到啊。当然就是在 Elevore 的官方 Shopee 网店啊。这个 Elevore 望后镜呢，有分2种款式，还有2种不同长度，一个是圆弧形的，还有一种是 flat 的。 长度分别有270mm， 还有300mm。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卡扣卡在你原本的望后镜上面呢就可以了啦。也可以通过它来实现更大的广角，让你看到后面的车辆啊。这样讲下来，它也是一个 safety feature。讲到 safety， 它还是一个防爆材质啊，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放心使用啦。蓝色镜面玻璃还可以帮助防眩光，这一点真的 very good job。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点击画面左下角的这个格子查看价钱，或者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或者留言置顶区找到 Elevore 望后镜的价格啦。那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啦 ，Let's go。那么首先整个车头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也是走向一个比较复古风的 SUV， 整个造型是还蛮四四方方，还蛮硬汉的感觉。往车头灯看去的话，它中间就有一个圈，不过它其实没有完整的圈到完啊，上面这部分是被断掉的。所以整体的，我觉得它不只要做到可爱，它还想看起来凶点。做这个造型的话，其实跟坦克300还真的还蛮相似的。不过这个猛龙呢，它就是一个哈佛旗下的车型，所以它的 logo 跟坦克300是肯定不一样。再来这一台其实是已经有经过一些选配的 accessory， 做这个车身色的话也都蛮特别，是一个 matte 的配色。我个人觉得在这种 SUV 身上用上这种车身配色，其实是真的还蛮不错一下的。不过这个猛龙，我觉得它比起坦克300可能就没有那么强调 off-road 的一些性能，它更多还是偏向于城市用。不过只是讲它的这个造型可能看起来很 off-road 而已。bumper 部分也可以看到，也是这种分离式，然后是没有上漆的。车身侧面的话，可以看到它是搭载这个19寸的 rim， 然后是喷上一个黑色的漆啊，就没有我们看到现在烂大街的那种 dual tone。brake 方面的话，我相信也是采用一个 twin pole 啦，不然那么大块的车，讲到那么大块啊，从车侧可能各位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哈佛猛龙它跟坦克300的定位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装型。从这个车侧长度看起来啊，它算是一台 C-B+ segment 的一台 SUV 啊。不过车尾灯的部分可以看到，跟 Tank 300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取向。这个车尾灯啊，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些 layer， 所以它这个灯具亮起来的时候啊，是有一种往里面走的感觉。这个可能从画面上各位看不太明显啊，亲自现场看到这台车，这个亮起来的效果确实是还蛮不错一下的。那么这个车尾灯的部分啊，就 Defender 的感觉，不懂各位会不会这样觉得？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一块啊，因为它这一块是一个黑色的部分嘛，用这块黑色的部分，这个车尾灯围起来，就真的还蛮 Defender 的那个感觉。再来从后面这个 badge 你也可以看得出 Hi4 没有错，它就是搭载这套目前我个人觉得非常强劲的 GWM 他们家的一套动力系统。那么 Hi4 其实 stand for 什么 ？Hybrid High Intelligent 4-wheel drive 都没有错，它是一台 4-wheel drive 的车。不过 Hi4 跟 Hi4Z、Hi4T 也好，它们都会有一些比较细微化的差异。简单来讲的话，它就是更加偏向给城市用的 SUV， 然后是搭载上一套 4-wheel drive 系统的。再来一台硬汉 SUV， 后面肯定是要备注这个 spare tire 啦，这些都是基本标配。车开的这个后尾箱门也是 standard。这个车后箱空间的话，就跟 Tank 300是差不多，比较小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大。这种 SUV 其实我觉得主打的就是一个造型方面，我觉得它是一台更加属于层次取向的硬汉型 SUV。首先你看这个造型，肯定会以为它又是一个搭载 leather frame 啊，可能像是坦克300这么硬汉的车型。不过其实不是，它是一个一体式的车身，跟我们一般上的城市 SUV 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哈佛 H6 啊，就会比较相似。其实这个哈佛猛龙就是基于哈佛 H6 同样一个 base， 不过就只是把它的这个造型做成比较方盒子一点，就还蛮有那种坦克300的感觉啦。接下来带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哈佛猛龙它的内装部分，整个 dashboard 方面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对比起坦克300的话，它的层次更加的足够啊。再来包括这种所有很硬汉的元素啊，它都有搭配上这些防刮防水的材质啊，看起来都确实还蛮不错。再来这个副驾的扶手箱的位置，同样也有这一支钉啊，这个相信啊，大家在 Suzuki 的 Jimny 也好，在 Tank 300身上都有看到过的东西啊，这个就是硬汉的越野风 SUV 啊，都需要搭配上的一个钉。荧幕部分
分的话，看起来也是相当大。如果进入到本地市场的话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这些东西，相信都会搭配上。再来有一个很熟悉的东西啊，就是这个 Gear Knob 的部分。说没有错，这个哈佛猛龙所采用的这个 Gear Knob， 也就是跟坦克300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整个是这种比较类似飞机的挡把，整个握感其实握起来是很不错的，整个手都可以放在上面，握感也都是还蛮 solid 的。再来 Electronic 的 Parking Brake 这些也都搭配上。再来在这个 Mode 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哈佛猛龙也有更加多的这个驾驶模式可以切换。可以看到这个哈佛猛龙有雪地模式、运动模式、标准模式、进气模式。再来还有 Sand Mode、Mud Mode 等等这些东西，我相信在坦克300的身上，可能各位也都会非常熟悉。那整个车内饰的设计呢，我个人就觉得对比起坦克300这个哈佛猛龙真的是又在精致了不少，包括这些材质的搭配。再来这个哈佛猛龙也用上了更多 Carbon Fiber 的纹路，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质感就更加再年轻一点，再偏向运动一点点。Styling 造型我个人就觉得还蛮熟悉的，有点那个Range Rover 的感觉，这个就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成门板的部分，我个人也有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个人很喜欢的地方，也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这个位置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布条，这个东西我相信就是可能一个置杯架来使用，还蛮好看一下的可能把一个杯子插进去，用这个绳子来进行固定。这个设计巧思不错一下，蛮新鲜的，至少我以前在别的车上是真的完全没有看到过。接下来坐进这个哈佛猛龙的后座确实这个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比起坦克300，它又在优化了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体工学方面。毕竟大家都知道，采用 leather frame 的 SUV 它的后座一般上都很难设计到太过舒适，因为受这个构造的影响，它的这个空间方面就无法发挥到100%。不过这个哈佛猛龙的后座，其实我坐起来真的是还蛮不错下。它的椅垫我感觉到对比起坦克300的话，明显会更加长一点点。再来这个椅背倾斜角度也做到蛮舒适，然后在我的这个屁股的部分也有做到一个凹陷的处理。整个坐姿其实真的对比起坦克300算是进步了不少。不过如果你拿一台城市 SUV 来比的话，可能还是不到他们那个水准。这样子的空间表现已经算是合格之上，绝对是可以算是讲得上舒服。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这个哈佛猛龙跟坦克300的差异在哪里？整个这种硬汉风的 SUV其实大家走的都是同样的一个路线是真正可以拿去 off-road 的一台 SUV。再来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就是这个哈佛猛龙它是用上了一套 Hi4， 也就是这个 Hybrid 加上 4-wheel drive 的一个驱动系统。而坦克300的话它在本地市场就没有得选，目前只有纯汽油版本的这个车型可以选择不过其实在中国，在这个车展上面，我们也有看到坦克300是已经换上了长城家族他们旗下最新的这个 Hi4T 的动力驱动系统。不过我个人认为哈佛猛龙的这套 Hybrid 系统绝对是会更加节能。再来这个猛龙虽然它是一台 4-wheel drive， 不过它的这个 4-wheel drive 的方式就跟我一直跟大家讲到的坦克300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因为 Hi4T 的所有 4-wheel drive 的方式都是采用电机做到这个4轮驱动的方式跟本地已经在售的这个坦克300就完全是不一样。本地在售的这个坦克300就走的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4-wheel drive 的那种概念，它要走一支 long shaft 从 engine 到压箱去。而这个 Hi4T 的话，它就是直接少掉这个 long shaft。再来这边有一个后差速锁，说没有错，它是有一个 rear differential lock， 在 Hi4T 的车型上面其实都可以实现到的。不过因为这个哈佛猛龙有一些轻微的 off-road 元素，所以就有搭配上这个差速锁。那么来到试驾感受方面的话，首先先讲第一点也就是我个人刚刚一直有讲到的，就是 GWM 的这套 Hi4。那么这个 Hi4 首先它是一个 plug-in hybrid 嘛，它就跟我们未来本地即将会发布的 V80采用上同样一套动力系统，同样是 1.5 Turbo 搭配上电机的这个动力组合。所以在动力方面的话，首先你是绝对不用质疑这个猛龙的动力会不足够370多的 horsepower 搭配上非常高的这个 torque， 无论你是要市区用或者你要 off-road off-road 最重要的就是要 torque 嘛，它的这个 torque 也是非常之高。所以这个猛龙呢，它就更加适合你在城市用，它可以做到很省油，同时你要 off-road 它也有这个比较强大的扭力，甚至是讲它也有这个 differential lock 等等的一些比较 off-road 的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猛龙呢，它可能就可以弥补了坦克300在本地我看到就有蛮多人嫌讲说它的这个动力不足够啦。所以如果是这个猛龙进来本地的话，可能它就可以解决掉一部分动力不太足够的问题只不过换来的是它的这个车身尺寸就会比起坦克300略小一点点啦，这个就看各位怎么样子去取舍。至于操控性方面的话，我在这个试驾场地里面也有做了一些 slalom。操控的话，首先因为它的车身离地间隙就对比起坦克300没有那么高，再来因为这个猛龙是采用一体式的车身，并不是我们俗称的 Hilux 车身，所以在车身高度以及这个驾驶的操控性，或者是讲这个 body roll 方面的话，猛龙确实是做到比较不错。因为再加上这个 Hi4 本身就有电池组嘛，又再进一步用物理的方式把这个重心稍微拉低了一点。不过始终我的标准是以一台这种 SUV 的标准来讲啦，以 SUV 来讲，这个猛龙的操控性算是还 OK。当然你讲它像 Subaru 那么贴地的操控，那个倒是没有啦。不过就以一台 SUV 的标准
准来讲，这个猛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不错的呀。那么在试驾过这个哈佛猛龙过后，其实我对它个人的印象是真的还蛮好下的，尤其是 Hi4 这套动力系统，真的是我很期待它未来进入本地市场的。真的这个 Hybrid 系统啊，它是做到既有力、既省油，同时它还真的很稳定啊。这些我在试驾的时候做了一些 Slalom 也好，及加速及减速等等都好，它的表现啊，真的都是前所未有的。个人觉得这套 Hybrid 系统，这套 Hi4T， 如果跟着哈佛猛龙这个造型一起进来本地市场的话，只要定价合理，我相信应该可以抢下一个蛮大的 market 啦。说今天在这个上海国际车展的影片可能会拍到比较仓促一点，都不知道我身后这台哈佛猛龙未来这1-2年会不会引进本地市场。再来价格方面的话，我也不好预测，毕竟中国售价跟马来西亚最终的售价肯定是会有蛮大的差异的，毕竟我们有一些 tax 等等的东西。所以各位觉得这个哈佛猛龙怎么样啊？它的定价要放在什么样的价位你才会接受？好像坦克300这样子，如果250千的话，各位会为这款车型，甚至是讲会为这个造型买单吗？对比起坦克300的话，这个造型来讲，你会更加喜欢谁？又或者是讲这个动力系统方面，你会比较偏向哪一款车？那么都看到这里了，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出去，小铃铛当然也要跟它动下去，之后你才不会错过一系列关于这个长城汽车的内容。那么各位感谢收看，我是 J-Man， 我们下期2025上海国际车展的影片再见啦 ，Goodbye。Real stats, real speed, real grip on the line. We ain't influencers, we ain't no clowns. But we're a rap, we hold it down. Real test drives, real reviews, no factory scripts, we speak the truth. From Sapine to the streets, push it to the edge. Feel the G-force balance on the razor's edge. Don't talk to me.